我如果能够尽量追到315配色。斑马的要追上来啊！哦。哎，我的配速员，耶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这里的逆风不是开玩笑。哎，加油！344，我们腿肌肉很紧，被追上了追上315，耶！最后一个水站，40公里。上315啊！啊，终于做到了。现在我们刚刚从酒店出发，去这台北车站。车门即将关闭。现在大家都开始走去前面了，在我们的后面就有4个小时的配速。不要给他个刀哦，不要给他个刀哦。I try my best. Yeah. 3、2、1。158过线，开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可以啊 OK， 开始了开始了。就这样，台北马拉松在早上6点半正式起跑。根据大会的记录呢，我起跑踏线的时间呢，总共花了1分钟52秒。好多人啊，好多人！那我们一开始起跑的地点呢，就在台北的市政府，一路往中正纪念堂前进。路途会经过西门町、台北车站、圆山大饭店、可怕的环东大道，再回到台北田径场，也就是台北小巨蛋旁边。起跑的时候人潮实在是太多了，非常的拥挤。第1公里的配速呢，比预期的还要来得慢，因为人潮实在是太多了。第1公里504，35的配色，前面还有330，还有315配色。我如果能够尽量追到315配色，等下会尽量少讲话。那其实这场台北马拉松呢，我给自己预设的时间是以3个小时20分完赛。可是当我的训练周期来到尾声的时候，我发现3个小时20分应该是十拿9稳了。所以在赛日当天，我决定把我的目标完赛时间设在3个小时10分，也就是说每一个公里的平均配速呢要少于4分半。3K 429。刚才心跳有点飙高，因为太紧张，现在回稳到155。刚刚给外套脱了，身体有点发热了，所以把外套脱掉。就这样，我顺利的追上了3个小时30分的配速员。330个配速员。还有一个左转了，好。在差不多接近5公里处，我们来到了中正纪念堂，这里有第1个水站。前面的白色杯子呢是白开水，后面蓝色的杯子呢是速跑能量饮料。那距离上一次我来台湾呢，已经有11年了，真的好久没有来台湾了。那11年前呢，我还没有开始跑步。这一次呢，是我第一次来台湾参加路跑赛事，而且今年的台北马拉松升级成为金标赛事，真的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在其中。一路上都有看见加油团和市民们为我们跑者们打气，气氛和感觉真的不一样。320的配速，这个不是大会，这个是自己私人拍的。追上320啊！终于追上320的配速列车，加油加油！离我的目标越来越靠近了。
可以自己带球的咩？我也不懂。在第7公里时，先吃一包果胶，因为下一个水站就在7.5公里左右。第2个水站终于到了，先拿了一杯白开水，再继续前进。在桥顶上有摄影师，只可惜晒后我找不到我的照片。台北当天的气温呢是处于14度左右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。只要不要吹大风，我觉得这个温度还可以接受。刚刚经过了台北车站，现在就往总统府前进。当时的体感还是非常的好，这个配速还是可以驾驭。当时的心跳呢是160左右。来到了第3个水站，也就是10公里处。当时也吃了一粒 soft stick 盐。下个水站。我一直在看我的手表，看了好几次。可是现在我回看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这么多次。可以45分钟，4分半配速。如果全程能够保持这个配速，或者是后段的时候能够加快，应该能够跑进3个小时10分。我看到315的配色了，还有很远，要去追他们。加油！到了第12.5K 的水站，那台北马拉松呢，它的水站呢是分布在每2.5K 一个水站。香蕉、cherry， 哇，饼干，哇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凤梨酥啊，好多东西吃啊！如果我没有打算做 PB 时间的话，我肯定停下来吃了。现在我们就前往圆山大饭店，也就是第1个上坡。说实话，台北马拉松全马的路线呢，全程的爬坡只有70米左右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平坦。半马都要追上来了，现在是要上第1个上坡，圆山大饭店，2边。跟他们相比起来，我们跑这4分20秒的配速，就像在散步一样。我快3分配了，快到！哦，是 OK， 是 OK， 吃一包。在第15公里处吃第2包果胶。在全马赛事当中，吃果胶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给你足够的能量继续完成赛事。尤其是来到比赛的后半部分呢，身体更需要这些能量。这里风好大，开始逆风了。等下上那个环东，开始逆风，追上了315的意思。就这样，我终于追上了3个小时15分的配速列车。加前面吧。半马的参赛者应该是跑到爆了。3个小时15分的配速员呢，就在我的正前方，终于追上他们了。这一组的配速列车呢，真的是很多人，尤其是听见大家的脚步声呢，更加振奋人心。全部人的脚步声在一起，踏的时候，哇，太给力了！在这个水站拿水时非常的混乱，人群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拿不到白开水，只好喝了一口能量饮料。所以跑在配速列车里面也未必是一件好事。好，我的配速员，耶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最后我决定跑在他们前面，因为我担心下一个水站又拿不到白开水。在我后面就是315，可是这里逆风嘞，我又想跟在他后面。不得不说，台北马拉松大会的配速员呢，实在是做得太棒了。在这里可以清楚看见他们一字形排列在前面，为跑者们挡风。
可是太多人了，里面太密了。其实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况，我有一点后悔跑在配速列车的前面。待会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讲这句话。来到20公里的水站，前面就是准备要上环东大道，也就是逆风最强的一段路。这是一个上坡的路段，接上去环东大道。到了21公里，也就是比赛的半程，当时的体感还行，还可以继续保持4分半的这个配速。在21.1有一个 checkpoint， 当时计时表上显示1个小时36分59秒。如果扣去我开始的1分钟52秒，我的个人时间是1个小时35分07秒。如果我能够维持这个配速到结束，就非常有机会冲击3个小时10分。现在已经1半了，在环东高架桥那边，逆风，很大风啊这边，而且桥上也没有什么人群可以挡风。这里的逆风不是开玩笑，配速掉了，很大风。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我后悔跑在配速列车的前面？因为这一段路消耗了我非常多的体力。突然间我就不小心拍到雷里莎，当时他的状态非常的不好，而且大道上非常的大风，也非常的冷。雷里莎爆了，没有人救他啊！这怪人哎！是啊。事后有人告诉站在路旁的警员，警员应该安全的把他送到终点线了。说实话，身为马来西亚人，在马来西亚跑了无数个赛事，从来没有尝试过在这么大的逆风状态下跑步，所以我低估了他。也许待在315的配速列车里面是更好的选择。马来西亚的天气炎热，赛道的坡度非常的高，可是没有这么强的逆风状况。在台北马拉松，赛道平坦，天气非常好，可是有逆风的状况，跟马来西亚有非常大的差别。315超多的，所以我在应对逆风的状况下缺乏经验。当时28公里，我的体感还是非常好，还是能够维持在4分半的配速以内。28公里，转下去合并。来，保持2线。全马现在正式开始，来啊！比赛正式开始。刚才我们在上面转下来，非常感谢这些市民们为我们跑者们加油打气。在30公里处，我的个人时间是2个小时15分50秒。如果我的全马要在3个小时10分完成，我的30公里应该是2个小时15分以内，可是我却慢了50秒左右。当时我就知道我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冲击3个小时10分了。30公里过后，就发现有很多跑者开始走路，有很多是脚开始抽筋，或者是体力透支了。到了32.5的水站，上面的紫色桥非常的漂亮。其实我也非常担心我自己，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够撑多久。加油！一路上都看见市民们在为跑者们加油。34，我大腿肌肉很紧，往上顶不下去。就在34公里，我的脚好像撑不住了，大腿的肌肉非常的紧绷，好像要抽筋了，仿佛世界已经静止了，时间也开始变慢，连欢呼加油声都听不进耳了。感觉离抽筋只剩下1线之差。通常如果我的大腿一抽筋呢，我是完全无法跑下去了，我必须得终止比赛，或者是慢慢的走回终点线。所以我不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，我就把自己的配速调慢。
从原本的4分半配速调慢至4分50秒的配速，现在更加别说要冲击3个小时10分，我只想要无伤完赛。在这么痛苦的时候，竟然还给我看见免费的啤酒，好想喝一罐下去来麻醉自己的痛苦。在这里也看见3个小时的配速员放弃了任务，想必一定不简单。就在这里，我回想起我训练时所放下的努力和时间，我告诉自己，我绝对不能放弃。3个小时15分的配速员慢慢的逼近我了。听见志愿同工们给我们加油和说快到了，让我的心安定了一点。被追上了3，出去，就这样，我被315的配速员追上了。跟上315，耶！进场10圈。真的非常感谢315的配速员一路上给我们加油打气，不断的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离终点线不远了。就这样，让我有动力坚持完成这一场赛事。我收拾好自己的心情，又再开始重新出发。加油，315，加油！距离终点线只剩下不到4公里而已。这次如果不拼尽全力，还要等几时呢？最后一个水站，40公里，很累啊。加油！今年也是海口。辛苦啊，练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最后的这个一刻，381一圈，很短不了吗？来，381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住宅区，通常我会在那边练跑，一个圈只是2.2公里，所以我告诉自己还剩下381一圈而已，非常快的就过完了。就这样，我来到了比赛的最后一段路，也就剩下最后的1公里。我拼了这么久，就是为了这一刻，绝不放弃，就是跑马拉松的精神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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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老弟完成了半马，还特地过来拍我。最后一个转弯了，就这样，我到了台北田径场。当你听见路人和市民为你加油打气的时候，一切的疲劳和痛苦都消失了。在我的眼里，只有终点线，这一次一定要把它拿下来。也许有很多人会问，跑马拉松这么辛苦，为什么还要跑呢？我的回答是，跑马拉松的过程虽然很辛苦，可是在终点线前，你得到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你在外头找不到的。当你完成每一场马拉松赛事，你就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这也许是马拉松跑者为什么会持续跑马拉松的原因。就这样，我完成了台北马拉松。虽然没有跑进原本的目标3个小时10分，可是3个小时14分08秒，也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会做到的成绩。我终于做到了，恭喜！315啊！终于做到了！练了这样久，终于拿到这个成绩，很不简单啊，真的很不简单。好累啊！我原本以为我应该是做不到。因为在33的时候啊，我的脚已经很紧，我觉得我要抽筋。可是我一直跟自己讲，一定要撑下去，几辛苦都要顶完啊！最后的10公里。接下来就可以好好享受
在台湾旅游的日子。啊，太感动了！哇，这个台北马拉松的美的很难赚回来的，很辛苦跑回来了，终于给我做到了，而且好美哦，金色的这个奖牌。哦，大神！哦，恭喜恭喜！2个小时244，哇，到25哎，35多，顶到35 3分多，然后36就开始跌40。我也是很大风啊，太大风了对。我30多就自己跑，然后就跌。你前面有那个 group 吗？我前面有 group， 我跟着台湾最出名的大脚丫，就跟着他们的 group， 所以就用half marathon 120。哇塞，恭喜耶，恭喜你啊！240的那个时间。哇，马来西亚来了，我们全部拿 PB 啊！在这边呢，全部都是马来西亚的跑者，然后台北全部都做到很不错的成绩。马来西亚过来。耶！这个就是跑完了过后他给的物资哦 ，finisher tea， 然后蒸拌面。舒跑，这个应该是巧克力饮品吧，然后过后有这个饭团，然后有 Family Mart Croissant 冰烤番薯、菠萝包，然后还有营养棒、香蕉，这个是我跑到一半的时候哦拿了，可是我没有吃到 Six Energy 叫，它20K、25K、30K 都有拍，所以哇，跑完了还有这样多东西拍，跑完了过后喝一把米诺维达。去 recovery 一下，给我们的马色快点 recover。对，这个可以帮助就马色痛可以减低，可以先喝一包先。我们终于完赛了，耶！我拿到 PB 3个小时14分，你呢？1350 3个小时49分，55秒。这个半马1个小时43分。哇塞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